我们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这样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我心的沸腾，害怕离了我，别还是另一我。现在要进行的是活体肝脏移植手术，捐赠者楚卡 Choi 43岁，受赠者 Max 秦威亨10岁，捐赠者金金后40岁，受赠者夏千彤10岁，捐赠者平曼曼35岁，受赠者王志瑞10岁。杨格黑，先吃点东西吧。啊，小心烫。谢谢。你的，小心。谢谢。对不起，今天早上我不应该这样讲你，你没有欠我，是我欠了你，我没有资格怪你。其实 Dr. Bay 不是不肯捐肝，是因为他的心血管有轻微阻塞，医生评估手术会有风险，所以被移植委员会拒绝了。Dr. Bay，我错怪你了，我怎么可以怀疑你见死不救呢？你是个好医生，我对不起你。事情都过去了，我们都应该放下了。手术进行到一半，我过去看看。出血了，快找出血点。病人血压下降，心跳加速。Suction, clamp， 血压、血氧都在下降。准备输血。
发生什么事情？好的杯，其中一朵呢大出血，需要紧急输血。他们怎么样了？所有的移植手术已经顺利完成。孩子跟捐赠者都没事吧？其中一位 donor 在手术中出现出血的状况，不过我们成功止血，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。那他们已经醒了吗？我们现在可以过去看他们吗？病人和3位捐赠者已经送去 ICU 观察，尤其是3位病人，我们需要密切留意是否出现排斥。只要病情稳定，几天后就可以转去普通病房。植瑞的各项指数都恢复正常，你可以放心。这都要感谢医生还有捐赠者。Dr. Wen，就知道瞒不住你，我只是想亲自谢谢他。是应该要好好谢谢Dr. Chu。在手术过程中，他大出血，幸好经过抢救，没有大碍。他真的需要一个人好好照顾他，让他更快的好起来。Dr. Chu 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促成了连环移植手术，等于救了3个小朋友，是应该得到大家的关心和照顾。你的手还很灵巧，做的陶艺品很好看，不如就做一个陶艺品送给孩子吧。我做什么？做什么都不要紧，最重要是心里一直想着医师，想着孩子，一直想着他们，想着让他们开心，这样就会给你带来平静，带来力量。做杯子、碟子，很好啊，只要是你亲自为孩子做的，都会很有意义。我相信他将来一定会感受到你给他的爱。你送什么给孩子？你和医师的孩子什么都不缺，你要我送什么？疼爱他，当自己的孩子。你要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可是我很多孩子，在泰国、在缅甸、柬埔寨，就连非洲都有，都是助养的。他们来了。呀，怎么了？我要做什么？我忘了。哦，你没事啊，你可以再做一个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更好的。我帮你。来，一起。你第一次出现在门诊，我还担心你是来捣乱，想要介入我姐跟我姐夫，没想到你是来当催化剂。Well， 也许我当初真的是不怀好意，只是他们的感情太深厚，破坏不了，那就只好成全他们。姐夫得了 YOD， 我们都有点措手不及，是你陪着他们找到理想的相处方式。还是姐夫厉害啊，找你回来。不过我还是很心疼姐啦，因为总有一天姐夫会把她忘掉。不知道那个时候，姐会不会找到一个更适合的人，陪她一起走下去。放心吧，你姐绝对不会是一个人的。
你是说他的心里会一直有姐夫，还是他身边会出现一个人？我在这里的任务完成了，该是时候我回去继续修读我的专科，要不然我就真的毕不了业。告诉你一个秘密吧，我申请了医院的 residency program， 已经被录取了，很快就会去受训，成为专科医生。哦，终于找到自己的方向。让我猜，脑神经外科。其实我一直都想跟我爸、我姐还有姐夫一样，成为外科医生。最近看到姐夫病了，我才下定决心，我想要代替他，成为一个出色的神经外科医生。你那么果断无畏，很适合当外科医生。再说我这次回来，你的确是成长，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很出色的神经外科医生。谢谢你。那你呢？这次走了之后，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时间到了，该走的就走，该来的就会来了。你还是这么潇洒，这里真的没有让你留恋的人事物。错过的就是错过，再怎么也追不回来。该捉住的还是要捉住，不要轻易放手。你呀，时间到了，记得飞回来啊！谢谢你来看我。子睿他怎么样了？他还在 ICU 观察，不过各项指数很正常，没有排斥的现象。Dr. Long 说下午就可以转去普通病房。那就好。喝生鱼汤。之前你在手术中大出血，要多补充营养。好香啊！好喝。在你出院之前，我每天会煮汤给你，帮你补肾养肝。你工作这么忙，又要照顾子睿，不用这么麻烦了。不麻烦，这么重的人情，我不知道怎么还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你不要觉得欠了我什么。我能为你做的也就这么多。对不起，那天我让你误会了。只要能还记性清白，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。你想都不想就答应，真的是义无反顾。好，既然你这么在意他，那我帮你。不过，我要你回到我的身边。对不起，我是不可能回到你身边的。可是我可以答应你，我会离开建新。我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就是故意为难你。我知道我是不可能得到我想要的答案。说真的，我真的没有帮到多多杯，你也别在意我说过什么。其实现在这样很好，大家都是朋友，相处不会有压力。过去的种种都烟消云散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呼吸顺畅，没有发烧，康复状况很好。我也觉得好了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你啊。谢谢。那彤彤和 Max 呢？他们也好了吗？他们都没事，康复的状况非常良好。等你好一点，妈咪再带你看他们。子睿，我来看你啦！我还带了漫画书给你，看。谢谢。妈咪，我生病了，干妈还有爹地，为什么没有来看我？他们在槟城照顾萌萌，我怕他们两边跑，所以没有通知他们。所以
爹地不知道我生病了，他现在在哪里？他有事去忙了。爹地明明答应我，要带我出国玩，他又骗我了。子睿，爹地在忙着工作，才能赚到钱来带你出国啊。等你好起来，妈咪也可以带你出国玩。你想去哪里啊？我很准备放假了，不如这样子吧，等你好了，我带你去日本的主题公园，好不好？好。子睿的爸爸还在警局，他被扣留，在等人保释他。喂。奥特贝，有什么事啊？医院接到通知，说子睿的爸爸正式向医药理事会投诉你们还有Dr. Ho。他说你们在找他的时候，他申诉他胸痛，你们身为医生不但没有理会他，还硬把他拉到医院去，导致他受伤，对吗？他哮喘还抽烟，搞到自己的肺出了问题，关我们什么事？他还拿刀伤人，我和幼校的手都受伤了。我们没有告他，他竟然敢反咬我们一口。他还说他的胸口隐隐作痛，呼吸的时候有点辛苦，是你们胡乱判断，用烧烤铁签治疗他所造成的。他有没有负责做出赔偿？Dr. Bei，他说的没有一句是真的。他是因为气胸，所以呼吸困难。而且呢，当时情况紧急，如果我们没有救他，他就会没命啦。我们这么努力要救他，他反而要告我们。像这样，谁会愿意当医生救人？如果我们按照规矩办事，他早就死掉了。都说了，我们是医生，不是法官，要以救人为先。可是我们救了人，却还要遭受这不白之冤。OK， 我相信 SMC 肯定会调查清楚，清者自清，还你们清白。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。那现在要怎么办？不要担心，医院没有要求你们停止啊。你们回去想清楚当天的细节，准备跟 SMC 解释清楚。忍会当时的势力不佳 ，SFC 可能会质疑他替病人做诊断的能力。我们不能把仁会拖下水。当初是我逼你们急救的，要不是我们救了人，他现在还会有命投诉我们吗？可是那个衰人是我的表哥，如果不是我，你们也不会惹祸上身啊。总之，我们不能把仁会牵扯进来。他做的一切就说是我做的，让我来负责。我不需要你的保护，我的责任我自己扛。算啦，这件事是因我而起的，就让我来保护你们，由我一个人来承担。你怎么样承担？据说我拉着你们去找他，然后我跟他起了冲突，发现他有气胸，就叫你用烧烤铁钳救人。那不是要我们说谎？我们是医生，我们根据专业判断，凭良心救人。难道我们连这一点的信心都没有吗？可是不用可是了，反正我们4个口供一致，照实说。对，我们4个帮一定要共同进退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背着我跟浩南串通，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。我们只是想保护你们，有什么不对？你的想法很奇怪，是不是觉得我们女人是弱者，所以需要你们男人来保护？我是觉得，如果一个人能扛下来，何必连累3个人受罚呢？你就不能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有信心吗？我们是在救人，我问心无愧。谁知道那些 SMC 调查员会怎么想？反正祸是我惹的，由我一个人承担就是了。为什么我说了那么多，你就是不明白？我先接一个电话。什么事？我的好表弟，我现在还在警局。你搞出这么大的麻烦，你还想我去保释你啊？你别生气，我在警局关久了，头脑有点不清不楚。如果我可以出去，呼吸一点新鲜空气，吃顿好的，再补偿我一点损失，不管什么问题，都可以解决的。你想得美啊！我是不会去保释你的，我怕我一看到你的脸啊，就想要揍你啊！你冷静点，你听我说。我是不会再帮你的。是不是你那个无赖表哥？他是不是要你拿钱去保释他？我警告你啊，不要再跟那个无赖扯上任何关系。我才没有那么笨，说什么我是不会帮他的。谢谢你啊，我的好表弟。
我知道你不想见到我，不过只要你给我想要的东西，我就马上消失，而你的烦恼也会跟着我一起消失。你不打算去医院看看子睿吗？我答应你，我一拿到钱就跟你回医院，然后在你面前马上打电话给医药理事会撤销投诉，行了吧？你最好说到做到。放心吧，这笔钱是拿来救命的。你是个好医生，怎么忍心见死不救？潘有奖，我警告过你不要再帮这个无赖，你为什么保释他还给他钱？哎，你说谁无赖？我只是想要解决问题啊。这个无赖的话能信吗？哎，你够了哈！我怎么说也是他表哥。我是不忍心看到子睿这么难过。怎么说，我们也是亲戚一场。如果这点钱能帮到他，也能撤销投诉，那不是皆大欢喜吗？我真的不明白，你们为什么遇到困难就喜欢用钱来解决？我爸是这样，你也是这样。如果我们问心无愧，为什么不能相信 SMC， 不能相信自己？我是为了大局着想，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感受？别跑！喂，别追了！把钱拿回来！去死吧你！啊！那个！有一个潜在的伤口，在无意的时候牵动多少感受，有一份春放的温柔深藏在我心头，就是说不出口，彼此现在的交涉即使能还原，为生活超越了朋友，好想和你牵手，想和你牵手，或许你不明白我爱的感觉，爱的感觉还在心头，想和你。